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雀谷最狠不是空降爆了，是侯明昊、艾米和润东把古偶体面重新打回来了。雀谷这部剧最狠的地方还真不是空降，是他明明没大张旗鼓预热，开播前也没多少人敢拍胸口说稳了，结果播着播着，讨论点自己常出来了。有人盯上侯明昊的打戏，有人被艾米的少女感勾住，还有人一边骂男二一边舍不得快进。你说这算不算爆？在现在这个动不动靠热搜喂饭的环境里，这种靠剧情和角色自己拱上来的剧本来就少。侯明昊这次不是帅，是准。侯明昊以前不是没演过古装，但雀谷里这个萧无一明显不一样。很多古偶男主一上场，先给你一张脸，再给你一堆慢动作，刀还没砍下来，风先吹了3轮。可侯明昊这次不是这路子，骑马、回身、盲射，动作一套接一套，干净得很，像真练过，不像在等镜头找角度。尤其是那个红绸蒙眼的名场面，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好美，是这人真敢上。文戏更占便宜，他不是那种用力把深情演给你看的人，反而越收越有东西。谢佳瑜表白那场，他没说几句话，眼圈红了，嘴唇有点发颤，气息也是乱的。观众为什么吃这一套？因为你能看见角色在忍，人比哭难演，这话不假。艾米最值钱的不是年轻，是不装。艾米这次很讨巧，但不是取巧。谢佳瑜这种角色最怕什么？怕演成古装版傻白甜，前面卖萌，后面硬凹家国大义，像两个人。可艾米身上有个好东西，就是自然。她演机关少女的时候，有点小聪明，也有点财迷，眼睛里亮晶晶的，不是硬演可爱，是那个年纪本来就有的清。到了后面情绪重起来，他也没突然变成苦情脸，委屈时攥袖子，掉眼泪也不是嚎，就是忍着。这种没有表演痕迹的表演，说起来轻飘飘，真做起来很难。尤其跟老戏骨对戏时，不发飘，不接不住，这就不是运气了。何润东一出手，权谋味就出来了。何润东这回最吓人的不是狠，是稳。谢怀圭这个角色写的就复杂，表面像个宠女儿的父亲，骨子里却把每个人都当齐。很多演员演这种角色，容易直接往阴上走，眉头一压，语气一沉，生怕别人看不出他有心机。何润东没这么搞，他越温和，越叫人发凉。当着女儿面杀侍女，转头又弯腰捡起绣鞋，那种温柔是带刺的。你会发现，这种人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儿，不是没感情，是感情也要给权力让路。到临死手上还带着女儿送的扳指，角色一下又回来了，不是单纯恶，也不是突然洗白，是复杂。观众现在挑角色，挑的就是这个。金莎和陶欣然把女角色拖住了。雀谷让人舒服的一点是女性角色没被写成摆设。金莎演的云昭郡主很容易演成高贵妈妈模板，可她有层次，面对外人有姿态，面对女儿又柔软，知道丈夫把女儿当棋子后，她那个决绝劲儿出来了，不是洒脱，不是哭闹，是看清了就走，这种清醒感比单纯的惨更有劲。陶欣然更不用说，很多人看到她第一时间还会想到安陵容，可何太后不是安陵容的放大版，一个是被人摆布的棋子，一个是坐在高处看人厮杀的执棋人。红黑长袍一压，眼神扫过去，气场就立住了。网友为什么爱这种翻身局？因为观众自己也憋久了，谁不想看一个曾经受委屈的人换个身份把场子撑起来？被骂的也不是没原因，王以伦这口气没接住。雀谷最拧巴的讨论
基本都绕不开礼貌。这角色本来是有戏的，身份复杂，情感也复杂，往前一步像白月光，往后一步又像权力机器。按理说这种角色最容易出彩，可王以伦的问题也明摆着，他演得太飘，情绪起伏像没找准落点，一会儿像要黑化，一会儿又突然温柔，转换不是层层递进，是突然拐弯。所以观众骂他，不全是因为人设，也因为表演没把人物兜住。男二这种角色最吃演员理解力，不是光靠五官动一动就能糊弄过去。结果就是原本该撕的有来有回的 CP 讨论，最后几乎一边倒。不是官配太强，是对手没把火花点起来。这部剧真正戳人的是把内娱一个老毛病照出来了。雀谷能让人看下去，原因很现实，它让观众重新想起，原来剧还是能靠演员和剧本说话的。这2年古装剧最常见的问题，不是没钱，是太急，急着捧人，急着造梗，急着靠切片冲热度。演员演得服一点没关系，反正有粉丝兜；剧情逻辑碎一点也没关系，反正有营销补。可雀谷这一波讨论，偏偏是反着来的，谁演得准，谁就被看见，谁没接住，观众也不客气。所以他热闹的点，从来不只是谁翻红了，谁被骂惨了，而是观众那口气又回来了。我不是不能夸，也不是不能骂，我就是想看点像样的。这样的剧一出来，很多东西就藏不住了。谁是真有2把刷子，谁只是站在那儿像那么回事？镜头一拉近，其实都很明显。